你也配对我说让？陆我，不要欺负安安！小吴，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里？白锦瑜，你今天发什么疯？周周，看着小吴和锦玉，总觉得咱们当年没圆的那个梦，总算在他们身上成真了。是啊，咱们这辈子婚姻不顺，总得让孩子过得幸福。锦玉这孩子虽然偶尔顽劣，但大事上还算听话。那不是白家少爷吗？怎么带个乞丐进来了？妈，我不要和陆墨结婚，我和安安才是真爱。锦玉，要不我还是走吧，别让阿姨生气。别怕，妈最疼我，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锦瑜，今天是你和陆我订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妈，你不懂，安安她跟陆我这种大小姐一点都不一样，我跟她在一起才会幸福。白锦瑜，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对不起，陆小姐，都是我的错，我把锦瑜让给你。闭嘴！你也配对我说让？陆我，不要欺负安安！小吴，没事吧？让妈妈看一下。白锦瑜，你今天发什么疯？我没疯，我和安安是真爱。那小吴怎么办？你们两个的订婚宴，你如此胡闹，叫他怎么办？妈，你根本不懂，安安她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教训过他，以至于他忘记我是一个严厉的母亲。有些私事我们回去再说。周周，锦瑜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坐下来聊就行，何必动手？你放心，这事儿我会给你跟小丸一个交代。今天我还有一些家事要处理，抱歉，这个订婚仪式只能取消了，希望大家理解。一会儿我安排车送各位回去，等我处理完私事，再跟大家赔罪。妈，你明明可以让我跟安安订婚的，你非要在各位叔叔伯伯面前丢人丢到底。下午3点，我在滨江3号4楼等你。妈，我白周这辈子只后悔过2次，一次是跟宋廷胜结婚，还有一次就是现在，竟然生了这么一个蠢货，还把他养这么大。你和锦瑜好好说就是了，2个孩子没缘分，也是咱们做大人的错，你千万别跟孩子动气。天天，你不用替我找补，他不想订婚，有大把的时间跟我说，何必等到订婚宴上，在全城名录面前丢人现眼？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小莫，你放心。白姨，你别太生气，我和锦瑜做不了夫妻，也还是朋友。有什么事情咱们家人说就行了，还要叫上外人。妈，我在想，你真的是我亲儿子吗？你不聪明，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连做人的教养都忘了。阿姨，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亲生骨肉呢？安小姐，我教育自己的儿子，请你一个外人不要插嘴。妈，你有气冲我来，不要对着安安。锦瑜，你过来，离我近一点。妈，
我知道你生气，但是阿姨，为什么妈？这一巴掌是我替你堂阿姨打的。你小时候吃住都在她家，陆无有的她哪样没给你备一份？你生病住院是你阿姨不眠不休照顾了你3天3夜。你今天做出这种丧良心的事情，有没有想过你阿姨会有多伤心？这一巴掌，我替小吴打的。你跟他青梅竹马20多年，你大学差点挂科是小吴熬夜帮你补课。就算你们做不成夫妻，也应当是朋友。你不仅让他当众丢脸，还动手打他，你怎么这么做？陆无他只是在你面前装的好而已，你根本不知道他私下里是怎么对安安的。你在说什么胡话？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安安。不认识？安安就是之前被你无辜裁掉的员工。我是集团总经理，每天处理的事情成百上千，怎么可能每一个被裁掉的小员工都认识？陆小姐，我离职那天亲自去找过你，可你直接让保安把我轰出去了，你怎么能没印象呢？就是，陆无，你无非是看我喜欢安安，才故意利用职权报复他。妈，你怎么还打我？这一巴掌，算你尽孝替我挨的。子不教母之过，你做出这样毫无教养的事情，是我这些年教育的不够。你没有家教，是我对你疏于管教。这些年，我对你太宽容了，让你彻底忘了自己姓什么，忘了你是靠谁吃饭的。我就知道我爸说的没错，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感情。你这种女人，怪不得我爸当年会爱上别人。景玉，你就是这样跟生你养你的母亲说话的？你还有没有良心？我这亲儿子和他那不争气的爹真是一个样。白景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确定要跟这位安小姐在一起吗？对，我白景瑜此生非安安不娶。很好。作为你的亲生母亲，你选择的女孩，我理应提前了解一番。这是我刚刚让助手调查的所有信息。安小姐，恕我直言，你的过往经历我实在不敢苟同。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白氏集团的董事长，我都不可能接受一个19岁就堕胎、有过不良经历、还进过监狱的女人进我白家的门。白夫人，你怎么能这样羞辱我？羞辱？我不过是把你亲手做过的事情说出来，这就算羞辱了？妈，安安的过去我都知道，但是我不介意。她是个单纯的女生，以前那些事只不过是……我没兴趣了解她的动机。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不是坚持要跟她在一起？是。既然你选了，我同意你和安在一起。不过，叫张律师现在过来。好的，白总。你不是跟你爸感情好吗？我们正式解除母子关系。你这些年背着我，私下里跟你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常见面，想来你们父子感情深厚得很，远超过我这个当妈的。既然心已经飞到那边去了，这白家的门槛你也看不上，那也就不用跟我姓白了。从这一秒起，你就跟你父亲姓宋吧。周周，景瑜这孩子就是被那女人灌了迷魂汤，一时糊涂，你再给他个机会。甜甜，别说了。张律师，东西拿给他，让他看清楚。一定要现在签吗？白董交代过，一定要今天签。阿姨，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景瑜哥可是你亲生儿子，你辛辛苦苦养他24年，难道就为了一个名分就要亲手毁了他吗？你这样做，他该多伤心啊！你就忍心看着他离开这个家，流落街头吗？安小姐，你这还没过门呢，就急着替我们家当家做主了？手伸这么长，是不是太早了点儿？甜甜，你瞧瞧，如今他为了这么一个刚认识没几天的陌生女人，就能在那种场合发疯。我要是真把这大半辈子拼下的家产都交到你这种人手里，我将来死在病床上，怕是都闭不上眼。妈，为了我能安安稳稳的度过晚年，咱们还是尽早划清界限，断得干净，我也能多活几年。我才不稀罕你的财产呢！你除了钱还剩下什么？这下你满意了？安安，我们走，这地方我1秒钟都待不下去。再等一下。怎么，刚才看我签的那么快，没料到我这么有骨气。白董事长，你现在后悔了？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好心提醒你，既然你认祖归宗姓了宋，见了你那个好父亲，让他尽快把欠我的钱还回来。什么钱？你这些年偷偷接济他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白氏的账上，我已经让财务核算过了，总额不小。如果他不按期还款，
作为债权人，我有权利直接起诉宋庭胜。好，你就跟你的钱过一辈子吧，我明天就给我爸拿钱还给你。是吗？那祝你好运。白姨，先喝口水吧。24年，我精心教育他这么多年，我不求他能成什么大器，我只求他能三观正常，能分得清善恶美丑。可他真是跟他那个亲生父亲一样，让人失望透顶。白姨，你别太难受。锦瑜现在是被那个女人迷了心窍，等她在外面吃了苦，她慢慢会明白你的苦心的。明白，他现在不是不明白，他是有恃无恐。他心里认定了我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指望着我最后会心软，会先跟他低头呢。但我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商场上那些老狐狸威胁不了我，亲儿子也一样不行。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那么乖巧，怎么一眨眼就变成现在这副六亲不认的模样了？可能锦月这次是针对那个安安动了心吧。动心？他可不单单是为了个女人这样。他是为了他爹故意恶心我呢。这些照片，锦瑜这一年里竟然私下跟宋廷鹤见了这么多次，何止是见面，他们父子俩甚至还背着我一起去旅行。他们自以为瞒得天衣无缝，其实他们哪天买的车票，买的哪一趟，甚至连坐在几号车厢几号座，我都清清楚楚。白姨，既然您连票根信息都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拦着他？我是在等他自己醒悟。可他如今跟他爹倒是亲热，全然忘了当初宋廷胜是怎么对我们的。他忘了宋廷胜当初嗜赌成性，输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忘了那个混账带着情人登堂入室，对着我们娘俩耀武扬威的时候，我有过多难熬了。那时候要不是你咬牙撑着，你这个家早就散了。当年我和宋廷胜一起创业，他项目失败，背了一身的债。债主上门的时候，他只会东躲钱藏当缩头乌龟。要不是我接手了他的公司，没日没夜的填那个窟窿，他现在命在哪儿都不知道，哪有命在锦瑜面前装慈父？既然我接了那个烂摊子，就绝不容许那些蛀虫继续吸血。当初宋廷胜在公司里安排了多少吃闲饭的亲戚，二叔、三婶、大表哥，那群人除了中饱私囊什么都不会。我大刀阔斧改革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那些只会吃干饭的废物全部亲手递了辞退键。那些人恐怕在那时候就恨上白姨了。恨我的人多了，他们算老几？甜甜，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刚掌权时，宋家那些亲戚看我的眼神？怎么不记得？那帮人吃着你的，住着你的，背地里却骂你是冷血的毒妇。是啊，那时候我想着终归是亲戚，他们中饱私囊卷走的那些钱，我连官司都没打，连报警都忍了，这难道还不够宽容吗？你那是仁至义尽，可结果呢？这群吃闲饭的废物居然还吃出了优越感。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人看我把公司做大了，竟然天天围着宋廷胜哭闹，鼓动他跟我离婚，打得一手好算盘，觉得只要我被踢出局，他就能把那帮寄生虫再带回来。宋叔叔当时就一点都不明白他们的心思吗？他素来没主见，耳根子软得像棉花，甚至跑来跟我商量要把那群蛀虫接回核心岗位。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宋廷胜这个人根本靠不住，如果公司再交到他手里，我那几年的辛苦估计全都得打水漂。所以那时候你才决定彻底架空他。我绝无可能做这种蠢事。那半年我和你私下合计了多久？大半年，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一边要防着他，一边要暗中动作。我背着他一点一点收购散股，偷偷转移核心项目，一个一个的策反他的管理人员。那半年我每天亲自出去跑业务，在一群满肚子肥油的男人堆里应酬，没日没夜的喝酒，喝到胃出血被救护车拉走，才从那帮男人手中杀出一条血路，死死掌握了核心的上下游关系。当我喝到胃出血的时候，宋廷僧在干什么？他带着那帮穷亲戚在5星级酒店花天酒地，美其名曰是帮公司搞公关，其实就是挥霍你赚回来的血汗钱。是啊，他不仅花天酒地，还觉得我这个黄脸婆心里只有工作，让他这个大男人压力太大，所以在外面找了个所谓的真爱。白姨，他怎么有脸说这种话？他不仅说了，还带着那个真爱亲自上门跟我摊牌。那一天我也等了很久，那是我跟他图穷展现的时候。白舟，大家夫妻一场，我也不想闹得太难堪。你太强势了，只有工作没有家。你退出董事会吧，公司交给我，我也能给你留点面子。白小姐，既然庭生已经不爱你了，请你也退出我们的爱情，成全我们吧。所以你们是一个要财，一个要人，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白小姐，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我至今仍未忘记那个女孩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所以你反手就把准备了大半年的证据甩在他脸上了。我等那一天很久了，当天就和宋廷浩离了婚，离婚协议签得很快，我分走了白氏所有的核心资产和现金流，最后只给宋庭生留了一个内里早就被掏空的空壳公司。我记得宋庭生当时还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到处跟人炫耀他保住了江山。是啊，那天他带着那个真爱，意气风发的把锦瑜塞给我，还跟我说夫妻一场。我也不希望你以后过得太孤单，儿子你带着还是个陪伴，凭你的性格再找也不容易。他怎么可以这样？他以为儿子是个累赘，会拖垮我的在，带着锦瑜当即去改了姓，白锦瑜这个名字一天都没耽搁就落在了户口本上。白周，为什么所有的核心技术人员今天全辞职了？连那几个大客户也把合同撤了。宋总，他们不属于这家公司，他们只属于能带给他们利润的人。宋总，这空壳公司你慢慢玩，我们跟白总另起炉灶去了。等我另起炉灶，白氏集团日进斗金，而他的公司日渐亏损倒闭的时候，宋庭生才恍然发现自己进了我的圈套。他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散布谣言，说你现在的白氏是踩着他的肩膀建起来的，全是不义之财。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他也不撒尿照照镜子，没有我白周早800年他就到街边要饭去了。白总，陆总已经安全送回家了。关于今天订婚宴的消息，公关部已经压下去了，目前只在核心合作伙伴的小圈子里传开，舆情还在控制范围内。小吴还是太累了，可真是我的亲亲好儿子，除了给我留一堆烂摊子，他还会干什么？喂，张律师，我是白周，你帮我查一下当年我妈车祸的案子。白周，咱们说好了戒烟的。甜甜，你是知道我的，这么多年了，临老了还是要给姓宋的扫尾，心里这团火不压一压，我怕烧了公司。那也不行，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为了那2个不值当的男人，再把胃喝坏，把肺抽烂，你觉得值吗？甜甜，你说当年我现在真的跟宋庭生结婚，现在是不是也没这么多烦心事儿了？我这辈子全折在姓宋的父子手里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最难的时候咱们都熬过来了，当年的债主堵门咱们都没怕过，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得早做打算。我看着锦瑜今天在宴会上发疯那个样子，绝对跟宋庭胜脱不了关系，那老混混肯定在背后教了什么。刚刚我让助理去查了一下那个安安的底，你猜猜这位白锦瑜的真爱现在住在哪儿？该不会是宋庭胜那个破地方吧？不止。你看看这个，这个叫安安的，私下里跟宋庭深走的可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勤快。他跟宋庭深在外面竟然以父女相称，一口一个干爹叫的可亲热了。干爹，真是一点没出乎我的意料。我就知道，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只有精心算计的局。宋庭生这是想利用安安，把手伸进白家来拿捏锦瑜啊！锦瑜这个孩子可真是让人失望。他是什么成色，我其实心里清楚。本来我还想着，他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胜在听话。只要小吴愿意跟他在一起，有我看着他这辈子也算后半生安稳了。这人啊，有多少能耐吃多少饭，强求不来。甜甜，这次闹得这么难看，是我对不住你，更对不住小吴了。白周，咱们认识30多年了，当初在酒桌上喝到吐，在生意场上被人暗算的时候，都没说过见外的话。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受了委屈，这种上不得台面的细枝末节，小吴从小见惯了场面，他不会在意，我更不会挂心。倒是你，赶紧早做安排才是。宋庭胜那个人，为了钱，什么下三滥的招都能使出来。我总觉着他们这回一石二鸟没成，后面肯定还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他想出幺蛾子，那也得看他有没有命接我的招。白董，遗嘱已经重新公证完毕。关于您刚才提到的登报声明，报社那边已经排版好了。发吧，从今天起，他不再姓白，叫宋锦瑜。白姨，正如您预料的，声明一出，直接爆了热搜。评论区的风向呢？我提前安排了水军控评，重点强调宋锦瑜从未在集团任职，股民们反而觉得您清理家务事手段果断。白氏的股价不仅没跌，这波出圈反倒让股价涨了2个点。白总，宋锦瑜先生打来电话，说一定要跟您单独交流。你为了给堂前的女儿出气，竟然要登报跟我断绝关系！宋锦瑜，注意你的称呼。哼，我看我爸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冷血的怪物。当初你就跟堂前联手害了我爸，让他净身出户，现在你又要为了堂前的女儿抛弃自己的亲儿子吗？在你眼里，到底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我真怀疑
我当年是不是在产房把你抱错了？不然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蠢的人呢？宋锦瑜，我不知道宋庭生背地里跟你说了什么鬼词，但看在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份上，我最后劝你一句，想过回以前那种安稳日子，就离他远一点。他除了能教你如何毁掉自己，给不了你任何东西。白总，查过了，他这2天一直跟姓宋的在郊区那个破房子里，估计是受罪了，正纠结着呢。怎么，哑巴了？行，妈，你赢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跟陆衍结婚，稳住白家的利益吗？我答应了。以后我和安安搬出去住，绝对不会回白家爱陆衍的眼。白夫人这个名头永远是她的，这总行了吧？宋锦瑜，你最近体检的时候，是不是漏产了脑子？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你以为陆叶看上你哪一点了？要不是因为你妈姓白，陆叶那种才貌双全的女孩子会多看你一眼。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选你爸，那就记得先把名字改了，改完名再去挂个脑科好好看看。我这些年砸在你身上，送你出国读书的学费，拿去捐给山区学校都能听个响。投资给你这个无用的脑子，那些钱晚上都是哭着走的。白州，你太过分了！没事了，你先出去吧。白总，这是您要的文件。白总，订婚宴后续的合同变更已经处理好了，陆小姐那边也打过招呼，她状态还算平稳。平稳就好。现在想想，这事儿在订婚宴上闹出来，反倒是万幸。您的意思是？要是真让小吴嫁给我那个蠢货儿子，我这辈子攒下的家业迟早被他败光，到时候我真是死都闭不上眼睛。宋少爷那边现在一直跟着宋庭胜，听说日子过得不太舒坦。宋庭胜和宋锦瑜这2个人，一个贪一个蠢，都在明面上，我倒是有的是手段处理。但这安安到底是何方神圣？一个离异还坐过牢的女人，能把白锦瑜迷成那样，绝不简单。去给我好好查查安安，我要看看她从小到大的经历。好的，白总。这个项目的估值比我们预期的要高。白总，宋锦瑜那边这半个月的情况汇总过来了，他跟着宋庭生挤在郊区那个不到50平的小房子里，生活费全断了，3个人挤在一起。宋叔叔外面还欠着不少赌债吧？我听圈子里的人说，债主天天在那破楼底下赌人。捉襟见肘是肯定的，姓宋的这辈子只会挥霍，宋锦瑜又是个手不能提的。看来这半个月的苦日子并没让他学会反省，反而让他长了歪心思。白总，不好了！宋先生和宋锦瑜带着3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在大门口闹事，他们拒绝扫场所码，想硬冲电梯，已经被我们保卫队在楼下制服了。他们现在被扣在保安室，带头的那3个壮汉正在砸东西，喊着要您下去。白姨，锦瑜这是疯了吗？这可是法治社会，他带人冲自家公司。疯？他没疯，他只是在外面碰了冰，发现他那个慈父帮不了他，才发现白氏这块肉有多强。这是暴露本性了。我以前总觉得悉心教育能改掉他骨子里的基因，现在看，多好的教育也盖不住他和他爹一样的愚蠢。白姨，我跟你一起去吧。那3个人既然是社会上的壮汉，我怕他们没亲没会伤了你。你留在这里，那份并购计划还有几个核心条款要改，你先处理工作。可是，不用担心，我带着贴身保镖，在我的地盘，他们几个废物还不能把我怎么样。白总，一会儿如果他们提无理要求，我们是直接走法律程序，还是报警？不必留情面，那是他们自己选的路。白州，你给我滚出来！你个丧良心的疯女人！你们敢动我，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白氏未来的接班人。白总，这2个人闹成这样，保安室里那几位壮汉也快压不住了，全是宋庭色找来的债主。没事，门打开。这是保安室，给我！白总，这宋先生看着比您老了起码20岁，活像差了一个辈分。还好当年离了，多看一眼都是对他这种基因的容忍。
你这个毒妇，你竟然还敢来见我！不是你带着这么多人，非要闯进我的公司见我吗？你的，这明明是我当年一手建立的公司。哦，宋庭生，且不说这公司每一块砖挖都是我白州亲手垒起来的，单说你刚才提的做鬼，你是打算今天就从白氏的顶楼跳下去吗？你这恶毒的女人，我跟你拼了！为什么还不报警？白总，这毕竟宋少爷也在，我怕这报警之后家丑外扬。混蛋！少废话，打！妈，你看看我爸现在落魄成什么样了！看到他这样，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心虚吗？是你害他变成现在这种人鬼不分的样子的，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和你结过婚，真是我人生唯二的败笔。以前我总觉得你只是蠢，现在看来，你跟你爸真是一样的恶心。锦瑜，我真的对你很失望。我教了你24年，竟然没能教出你半点廉耻心。你失望？我对我的人生，对有你这样的母亲也很失望。你除了钱还知道什么？你根本不配做我妈。这亲儿子说这种话，心也太狠了。白州，你听见没有？儿子都嫌你恶心，赶紧拿钱，不然今天谁也别想走。你走啊！你除了逃避还会干什么？冷血动物！你跟我这么多年，应该也知道我的性子。明白，白总，我这就去办，不用考虑任何关系，不用考虑任何后果，按法律上限处理，该拘留拘留，该起诉起诉。我再也不想看到这2个人出现在白氏了。放开我！我进我儿子的公司有什么错？我欺人犯法子有什么错？白州，你这个毒妇，你连亲儿子都抓！白总，警察那边已经交接好了，不过他们刚才问，这毕竟是您的前夫和亲儿子，是不是要做调解处理？不需要调解，你现在就跟着去警局，全程盯着。我怕他们因为这层亲属关系就放宽尺度，我要的是依法办事节，几天1天都不能少。明白，我会确保处罚力度到位。这白总也太狠了，亲儿子都送进去。那是那俩人太作死，带人冲击写字楼，谁受得了啊？这些年，每次我忙得晕头转向，心里堵得慌的时候，也就只有你能陪我吃顿热乎饭了。咱们这么多年姐妹，我不陪你谁陪你？甜甜，你说实话，锦瑜这孩子怎么就一点都不像我呢？我白州骨子里这股劲儿，他半分没捞着。今天小莫跟我说，锦瑜居然带着宋庭胜去公司闹事。以前我只觉得这孩子是不成器，贪玩了点儿，可现在这一出，这忘恩负义、利欲熏心的劲儿，简直跟宋庭胜那个白眼狼一模一样。根子上坏了，再怎么修剪也长不直。不说他了，那个安安，你让助手查的怎么样了？这女人能把锦瑜教骚成这样，绝对不简单。查清楚了，这位安小姐还真是咱们的老熟人，查到了，安安之前那个没出事的孩子，生父是精武集团的李和宇。李和宇，就是几年前那个不择手段抢你生意，最后被你反击的赔了个精光，差点跳楼的小子。放下，刚吃完饭不许抽。不过我怀疑，安安根本就是李和宇故意安排在锦瑜身边的。你是说他在报复？可他不是销声匿迹了一阵子吗？他最近借着风头又开了一家物流公司，正好有几个大项目跟白氏有交集。李和宇这人你是知道的，走捷径走惯了，正面打不过我就开始动这些歪心思。我看这事儿
十有八九是他的手笔。不对呀，李和宇不是早就娶了王氏集团的那位千金吗？王氏独生女可是出了名的眼里不揉沙子，她能容得下安安这个怀过李和宇孩子的情人？当然容不下，所以他才要把这个烫手山芋包装成真爱送给宋庆云，既解决了家里的麻烦，又能在我身边埋颗炸弹。这借刀杀人的招数，拿亲生骨肉当筹码，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李和宇当年就是我的手下败将，现在的我难道还会怕他这几个残兵败将？是，谁不知道你白董事长是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既然白董事长这么大手笔，胸有成竹，那这一会儿这油腻的鸡腿你就别吃了呗，留着肚子对付对手。甜甜怎么说话呢？这一会儿本总不仅要吃，还要吃2个。行，吃，只要你少抽2根烟，我不仅让你吃2个，一会儿我再亲手给你加几个鸡腿。白姨，出大事了！你快看热搜，那个安安发了个视频，现在舆论快扛不住了。哦，一个坐过牢的保洁能翻出什么浪花来？他演哪出戏？安安背后绝对有专业团队在操盘，卡在凌晨2点，趁着公关部下班的空档突然发难。现在那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全在骂您冷血无情。白夫人，算我求您了，求您心疼锦瑜和宋叔吧。我懂，您一直嫌弃我穷，但我可以走，我可以消失。可锦瑜是无辜的，她是那样敬爱您这个母亲，您怎么忍心亲手把她送进监狱，虎毒尚且不食子？您这样做真的睡得安？白总，我查过了，这条视频的原始点击量其实惨不忍睹，但转发和点赞的增长曲线非常诡异，明显是有人买了水军套餐，这就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他想利用这股舆论逼您撤诉放人，顺便让白氏集团的口碑彻底崩盘。不急，让他哭，哭得越大声越好。白姨，白姨，你们这些小年轻就是喜欢把事情弄得花里胡哨的，哪像我们那时候解决矛盾全靠真刀真枪。我要是早知道有这一招，当年跟宋廷瑟离婚的时候，我也去网上这么哭一回，还至于搞得那么麻烦，非得亲自去酒桌上拼命。白姨，你是不知道那帮人现在在网上说的有多难听。安安背后那些水军已经开始编故事了，他们说你跟我妈才是真爱，说你们俩是恋人，说当年那桩婚事纯粹是你为了掩人耳目，找了宋庭生这个老实人骗婚。这些网友的想象力也太离谱了，连骗婚都编出来了。这种伦理狗血剧最吸眼球了，现在大家都信了，这事解释起来真的非常麻烦，咱们总不能去自证性几项吧？麻烦？小挪，在绝对的证据面前，流言蜚语就是个笑话。我当年既然敢让他净身出户，就防着他有朝一日会反咬一口。宋廷胜是什么货色，我最清楚，所以我特意留了一手。宋廷胜是什么货色，我最清楚。他干的那些龌龊事儿，这袋子里都录得清清楚楚。带去技术部，找个最靠谱的人把他导出来。没成想，这破玩意儿在保险柜里锁了20年，我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了，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白姨，还得是你！刚才看到网上那些脏水，我急得冷汗都出来了。宋廷生想借着舆论在我的白氏集团身上撕下一块肉，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他以为我老了握不住刀了，谁都能上来踩一脚。白姨，你真是我永远的偶像！有了这东西，那些喷子和水军全得闭嘴！我现在就去盯着后期剪辑，保证半小时后就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自作自受。也是时候跟这些人做个彻底的了断了。这几年我是年纪大了，手段也确实温和了不少，以至于现在连安安这种不入流的后辈都敢骑到我头上。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本严正声明，近期在网络上传播的有关本公司的不实信息，严重损害了本公司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将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白舟，大家夫妻一场，公司交给我，你退出董事会，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白姐，既然庭生已经不爱你了，请你退出我们的爱情，成全我们吧。作为当初那场订婚宴的主角，我想我是最有资格跟安安小姐对话的。我跟锦瑜青梅竹马，当初的订婚是在双方家长见证下，
他亲自单膝跪地跟我求的婚。我不知道安安小姐口中那所谓无价的爱情是什么样，但我知道人要懂得礼义廉耻，良好的教养让我做不出你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更不会利用舆论去伤害我的长辈。我成全你跟锦瑜那伟大的爱情，但也请你不要再道德绑架他人，接受扭曲的三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占用公共资源，我非常抱歉。白姨，效果好的惊人，声明一发出去，那帮水军瞬间没声了，咱们股价不仅稳住了，还反弹了3个点。白总，您现在火出圈了，网友给您单独整了个词调，叫“想借用白总的嘴”。谁懂啊？白总一句话给我整乐了，有你还养什么狗？家里有一个畜生就够了。没成想20年前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反倒救了白氏。那倒是要感谢安安了，不仅没伤到白氏，反倒让我白赚了一波这么大的宣传。白姨，您快看，舆论彻底反转了，现在全网都在扒宋廷胜当年的烂账。求人得人，既然他那么爱演，那我让他演个够。怎么，这样你就觉得满意了？你觉得这就是终点？白姨，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他们的名声已经烂透了，短期内绝对翻不起浪花。小莫，你这次反应很快，但下手还是不够狠。你要记住，商场如战场，在这个圈子里，你的一分仁慈就是给对手递了一把反杀你的刀。白姨，您的意思是这件事背后还有隐情？光把前面这几个蹦跶的欢的排头兵打落有什么用？你仔细看看安安那种段位的保洁，凭他一个人的脑子能卡着点发视频，能精准的买到那么高级的水军。安安背后站着的那个人才是咱们这次真正的重点，不把他彻底按死，这种恶心人的事儿只会没完没了。昨晚我让助手把安安这几年的底彻底挖穿了，你看看，他去年才刚刚刑满出狱，出狱后没几天他就走了关系，前进白氏做保洁。可惜烂泥扶不上墙，因为干活偷奸老滑，被保洁组组长当众开了。最精彩的在这儿，他拎着包走出公司大门离职那天，刚好撞上宋锦瑜去公司接人，他俩就是这么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勾搭上了。在白氏做保洁的时候就盯着少东家了，这种处心积虑的算计，锦瑜居然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你高看他了。在此前他这一出道就死心塌地跟了李和宇，可李和宇为了联姻转头就娶了王氏千金，你猜怎么着？这女人是纯纯的恋爱脑晚期吧？被卖了还替人数钱，她真该去后山挖一辈子的野菜，省得出来祸害人。说她恋爱脑都是在抬举她，这压根就是没长脑子。这种畸形的男女关系真让人生理性不适。要是这么说，那宋锦瑜才是真的没长脑子，放着你这么好的未婚妻不要，非要去捡李和宇扔在垃圾堆里的破烂，还当成稀世珍宝供着。唉。白总，我们核实过了，安安入狱是因为偷窃商业机密，而当年的举报人、证据链，甚至把他钉死在牢里的关键口供，全都是李和宇亲手办的。李和宇亲手把他送进监狱，毁了他的名声，让他坐了几年牢。现在他出来了，居然还反过来帮着仇人来对付咱们。小叶，你看看，就连安安这种段位的女人都能把宋金鱼玩得团团转，被他牵着鼻子走。我白周这辈子在商场上算无了这么一个玩意儿，早知道这样，当年生下来的时候，真还不如养一块叉烧靠谱，起码叉烧还能吃，他只会给我添堵。白姨，您别为他伤神了，基因的事说不准。不过这份资料给的正是时候。李和宇最近刚开的那家物流公司，正好在跟咱们抢南区的那个核心项目，他大概觉得自己手里攥着安安这枚棋子，就能稳昌胜券了。你想怎么做？活该他把这份黑料亲手送到我手上。他既然想玩阴的，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倾家荡产。白姨这件事儿，您就放心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让他连本带利还回来。听这口气，信心十足啊！要不要给你白姨立个军令状？白姨，对付他这种货色，不过是区区小事，哪里还需要立什么军令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真好啊，这种年轻人的朝气，比那块叉烧强多了。我白周这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个只会拖后腿的玩意儿？白姨，别动气了，您看李和宇那边我已经料理干净了。他不是喜欢玩舆论战吗？昨晚我让人把他跟安安那点陈年烂账，还有他怎么利用安安骗宋锦瑜的证据全放网上了。趁着他现在被公关危机弄得焦头烂额，我刚才已经完成了对他公司20%股份的扫货。白总，不止如此，李和宇原本谈好的那几个南区大客户，现在全被陆总抢过来了。现在的李和宇基本只剩个空架子了。做得好。要说这生孩子还真是个技术活，半点不由人。可不是嘛？你看看人家陆总，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这接手反击打的是真漂亮，咱们这些老家伙都服气。再看看咱们全程都在传李和宇和安安才是真爱，
大公子在那儿充其量就是个接盘的，他人还没出监所一事，偏偏摊上这么个大公子，我都替他头疼。白总，要说这生孩子确实是技术活，有的人年纪轻轻事业有成，有的人却只会让人头疼。白总，王小姐到了。早就听闻白总大名，在商场上那可是雷厉风行，晚辈仰慕已久。我爸妈在家里常念叨您，说您是咱们江城真正的商界楷模。再加上我和小窝又是相处多年的至交好友，私下里我厚着脸皮跟他一样叫您一声白姨，您看成不？你这丫头真会说话。说起来，你出生那会儿，我还亲自拎着礼盒去喝了你的满月酒呢。这一晃眼，你都嫁为人妇了。瞧瞧你，正是最好的年纪，我都老得半截身子入土喽。白姨，您可真会说笑。您要是说老，我这当下辈的可真没脸出门了。依我看啊，咱们要是现在出去逛街，外人一准得以为咱们是哪家气质出众的亲姐妹呢。请坐。白姨，客套话咱们就不多叙了，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实不相瞒，我今天登门是为了李和宇的事情来的。白姨，李和宇背着我搞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甚至还妄图利用安安来动白氏的根基，这些我都听说了。是他狗胆包天，不懂事得罪了您。今天我亲自登门，就是想替他给您赔个罪，求您高抬贵手，最后放他一马。展颜啊，按说你亲自开口，这个面子我不给也得给。只是咱们都是商场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地方讲不了交情，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他李和宇既然敢伸手抢我的肉，就得做好被我剁掉整只手的准备。输赢天定，这规矩不能坏。白姨教训的是，所以我今天也没打算空手来求情，更不会让白氏吃亏。李和宇名下那家新成立的物流公司，虽然现在被您打压的厉害，但底子还在。只要白姨愿意收手，我分文不取，送给您一半。以后那家公司就是白姨您的地盘，您看这赔礼够不够？你要把自家老公的命根子送给我。展颜，你这手棋走得够狠，可李和宇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李和宇那边，白姨大可放心，他当初能从个穷小子爬起来，全靠我王家在后面砸钱砸资源。他若敢有二话，我能让他起来，就能让他摔得更狠。展颜，你白姨我是过来人，所以多句嘴。像你这么聪明强硬的姑娘，什么样的人找不着？怎么就非要李和宇不可呢？白姨，我们王家的饭可没这么好下咽。他李和宇当初跪在我爸面前求机会的时候是什么样，您没见过。现在他翅膀硬了，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天底下没这种道理。我也不怕白姨您笑话，他和那个安安的事情现在闹得满世界皆知，圈子里谁不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如果这时候让他拍拍屁股就走去追求他所谓的真爱，那我王展颜这辈子岂不是过得太窝囊了？我懂了。我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精武集团总裁及所属董事会一切职务。看到没？精武集团那个李和宇引咎辞职了。说的好听是引咎，其实就是被王家大小姐净身出户了。现在公司全是王展颜说了算。白姨，这半个月我一直盯着跟王展颜那边的合作交接，正式办完了，倒是从他手底下的秘书那儿听到了个挺带劲的八卦，是关于安安的。这回安安也算是求人得势的，他没把安安送进大牢，反倒是直接把人送回了原来出道时的那个厂子里。您猜那位李和宇大才子是什么反应？他名声都臭了，现在全指望老婆息怒，恐怕自保都来不及吧。何止啊！听说安安走那天在王家老宅门外死活要见李和宇最后一面，结果呢，甚至当于只顾着王家所有长辈的面，指着门外大骂安安是个不知廉耻的烂货，说是安安为了钱故意勾引他。那安安呢？被人指着鼻子这么骂，就没说句反驳的话？没有啊，只顾着坐在地上哭了。我还听人说，他到现在都觉得李和宇是身不由己，觉得那个男人是真心爱他的，只是迫于王家向现实低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我看，这安安就该跟宋锦瑜锁死在一起，两个脑子里全是江湖的蠢货，互相耽误，也算为民除害了，省得出去祸害正常人。白姨，锦瑜这2天刑满放出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理他？白总，宋锦瑜现在的日子确实挺惨的，他跟宋庭胜名下最后那套能住人的老房子，前2天刚被法院查封抵了赌债，父子俩现在挤在知识城南桥东附近的民房里，3餐不进，过得非常不好。让他好好跟着宋庭胜过日子吧，既然路是他自己选的，那就祝他好运吧。
甜甜，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老了？这些日子被宋锦瑜那个逆崽子闹的，我总觉得自己又多长了几条皱纹。哪能啊，白董这皮肤状态，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是来过暑假的女大学生呢。公司交给陆沃，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好好犒劳一下你这颗操碎了的母爱心。姐姐，这2杯是送给你们的，觉得你的气质和这片海特别搭。姐姐，小帅哥嘴挺甜，不过啊，我儿子都快像你一样大了。怎么了？谁的电话？这个号码除了几个老关系，没几个人知道。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宋锦瑜那混小子换了号打来的。什么事？我没时间陪你玩沉默游戏，再不说话我就挂了。白董事长，这些日子过得很安逸吗？谁啊？大度假的，怎么挂得这么干脆？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上来就阴阳怪气的，直接挂了。白董事长，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得到你的私人号码的吗？如果你费尽心机打过来就是为了炫耀你的黑客技术，那我建议你直接去应聘白氏的网安部门，有事说事儿，不要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看来白董贵人多忘事，你应该很久听到那个独生子的消息了吧？你可千万别说我儿子现在就在你手里，打算管我要赎金，这种剧情太土了，你这剧本过时了。嘴够硬的，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宋举云现在就在我手里，正在我脚底下发抖呢。哦，是吗？识相的就拿1个亿现金把他赎回去，记住了，是1个亿，少1个子儿，我就对他不客气了。不客气？打算怎么个不客气法？是剁个手指寄过来，还是直接扔到公海里喂鱼？兄弟，出来绑架也要做做功课。全城都知道我刚跟宋锦瑜解除了母子关系，1个亿，你也真敢要？他现在在我这儿连1万块钱都不值。白周，你真不怕我撕票？撕票吧。周周，锦瑜这阵子虽然混账，虽然不听话，可他毕竟是你亲生的，万一真是绑架，对方走投无路动了狠手，你打算去哪儿后悔？我虽然明面上跟他登报解除了母子关系，但我白周做事什么时候不留后手了？你真以为我能让他彻底自生自灭？你的意思是，你一直派人盯着他，那你刚才还对着电话让人家直接撕票，你就不怕中间出点什么差池？他们真的狗急跳墙，自导自演罢了。就他那点贫瘠的脑子，除了这种卑劣不入流的歪门邪道，他还能想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计划？真是没出息，越学越烂。在看守所待了那几天，他没学会怎么低头做人，倒学会了跟着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联手绑架这种烂透了的戏码来骗亲妈的救命钱了。你是说这绑架是假的？是他为了管你要钱演的一场苦肉计手？胆子！宋锦瑜刚从看守所出来那天，连家话没说，将我送那块全球限量款定制名表给卖了。卖了表的钱，他转头就屁颠屁颠的去接了安安。我这阵子实在没兴趣，也没那个闲工夫看他俩在那天天上演什么你爱我我不爱你的恶心戏码，所以你才躲到这里来清静，想让他撞撞南墙，所以我才提前交代了手下，只要他不被人当场打死，就别给我递1个字的消息，省得影响我度假的心情。这才几天没理会，他俩倒是挺有能耐，异想天开，整出这种戏码来恶心我。周周，其实你心里还是疼他的，不然也不会派人盯着。疼他？说实话，这一刻我倒宁愿他真的被人撕票了，省得他顶着我儿子的名号到处给我丢人现眼，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白总，出事了，我们没看住，宋先生好像真的被绑架了。说清楚。上午宋先生和安安一起去了城郊的废弃工厂，按照计划伪装绑匪给您打勒索电话，我们的人一直守在工厂外围，可下午的时候人不见了。不见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现场发现了2道急刹车的车辙印，痕迹很深，看着像是被暴力带走的。工厂后门也有挣扎的痕迹，宋先生和那个女人都不在里面了。真的被绑架了？去查那2道车辙，查查今天出现在工厂附近的车辆，看看车是从哪里来的，谁的名下。是，我马上带人去排查监控。周周，这可怎么办？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有胆子，敢截我的胡。白总，宋金宇那边已经断联整整3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有那个安安，也跟着一起销声匿迹了。我们在各处的眼线都没发现他的踪影。宋廷胜呢？他儿子丢了，他这个当爹的在干什么？宋廷生倒是死性不改，这种时候了，他依旧泡在郊区那个地下赌场里，已经连着赌了2个通宵了，正醉生梦死呢。派人继续盯着他，重点看看他最近私下都跟什么人接触过，事无巨细都要报给我。明白，我这就去安排。能在我不动声色布置的眼线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带走，
宋九鱼那个蠢货绝对没这个本事。小吴，别管手头的事儿了，你现在立刻给我查查李和宇人在哪里，最近都在做什么。白姨，您是怀疑这件事是李和宇干的？哼，我这些年在生意场上的仇家确实不少，但做事这么不顾后果，甚至带点这种下三滥的，也就李和宇这一个。他虽然被踢出了董事会，但在内帮处身边跟着好几个有前科的朋友，这种暴力劫人的路数，横看竖看都是他的手笔。明白了，白姨，我现在就让人去查他的行程记录和名下车辆，一有消息马上回。白姨，昨天报警到现在已经24小时了，绑匪那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是心理战，绑票是大案，他们知道我们重视，所以更要磨掉家属的耐心。已经第4天了，要是他们真的……等，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进展，这说明他们还在等我崩溃。姐，尽量拖延。白董事长，久违了。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在江城只手遮天，但是我们哥们儿是这世上最不怕死的人，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既然知道我聪明，就别说废话。痛快，1个亿现金换你儿子全虚全伪的回去。白董，这笔买卖对白氏集团来说不亏吧？1个亿，你总得让我确认一下，我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到底是不是在你这儿吧？万一我钱花了，领回去一具尸体呢？妈，怎么样？妈救我！妈，我好疼啊！白董事长，现在你知道该干什么了吧？救我！不要欺负安安！现在的 AI 声音合成软件这么多，随便抓断以前的录音音轨就能骗人。1个亿不是小数目，我可不敢轻易相信这种廉价的戏码。妈，是我，真的是我呀！我的腿好像断了，妈，你快给钱，快给他们钱，他们是会打死我的！妈，救救我！真是废物！周周。万一真打坏了，听清楚了吗，白总？识相的你就别跟老子耍花样，更别想通知我们的人。只要钱到位，我自然会好好招待贵公子，让他全虚全忍的滚回去。你要是非得跟我们兄弟找不痛快，故意在那儿拖延时间，那您可就永远见不到他了。是留着那1个亿当遗产，还是换你儿子的命？你自己掂量吧。住手！查到了吗？刚才那通电话足够长了。抓到了，数据正在回传。白总，您放心，对方虽然狡猾，但这账号的漏洞很大，非常容易锁定。技术科已经在全力锁定基站的具体坐标了，我们很快就可以定位到他们的物理地址。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有胆子的旧相识，敢管我要1个亿。白姨，我私下让人盯着李和宇好几天了，他最近老实的过分，天天窝在家里给王展言洗手做羹汤，那副温柔小意的劲儿，真是一点破绽都没有。到底是在王家吃赘婿饭的人，术业有专攻，这种能屈能伸的本事，他倒是练得炉火纯青。白姨，既然他天天都在王家眼皮子底下，会不会这件事真的不是他做的？不，我的怀疑从不会主错。他现在表现得越没有反应，只能说明他藏得越深。咱们还没抓到那个能刺穿他伪装的证据。安安、李和宇、宋廷胜，这几个人之间肯定有某种咱们还没看清的猫腻。全世界的人都长了脑子，只有宋金宇没有。我看那废物的甲状腺抠出来，估计都比他脑子重上2两。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李和宇那边铁桶一个，根本钻不进去。那就从最弱的一环下手。宋廷金那个赌徒最近不是缺钱吗？去找几个人，让盯在他屁股后面那几个债主催得再紧些。姓宋的，欠咱们的钱打算赖到什么时候？哥几个耐心有限，明天再看不见钱，我就先卸你1条腿。别，各位大哥，再给我2天时间。没钱是吧？那咱们就带你去江里喂鱼。这就坐不住了。你疯了！不是说了最近避风头，千万别来找我吗？老子管不了那么多，我没钱了，再拿不出钱给那帮债主，老子今天就得死在街上。我也没钱，1亿他连演都不眨就拒绝了。我现在被王展言看得死死的，银行卡流水都要查，你让我去哪里给你弄钱？你跟我哭穷？李和宇，我儿子现在还让你绑在那个破厂房里呢，你手里攥着我儿子的命，你跟我说你没钱？咱们打开天窗说凉话，我那儿媳妇安安肚子里可揣着你的种，我儿子宋锦云顶着这个驴帽子待了这么久，替你养着女人和孽种，你给我点钱花花，不过分吧？别闹了，明天我想办法偷偷给你转一笔账，你拿了钱赶紧滚。这还差不多。肚子里揣着你的种。白姨，这还是人说的话吗？锦瑜可是他亲儿子，他竟然拿儿子的绿帽子去要钱。无赖对无赖，宋廷生果然更胜一筹，因为他比李和义更。宋廷浩，老子杀了你！
都他妈赖你这个蠢货蠢货！要不是你管不住嘴，老子怎么会折在这里？安保同志，救命！他要杀人灭口，快把他关起来，关到死为止！都闭嘴，老实点！白姨，这俩人刚才狗咬狗，互相咬得可欢了。李和宇为了从轻处理，把宋庭胜教唆他绑架的事全抖搂了。宋庭胜这种软骨头，讯问椅还没坐热，估计就该招的不该招的都交代了吧？白女士，宋庭胜交代的确实很快，连具体的转账计划都说了。那宋锦瑜呢？地址在哪儿？可惜他只负责出面要钱，具体的藏人地点，李和宇防着他，压根没让他知道。宋庭胜，我记得你以前总标榜自己是个慈父，怎么现在亲儿子生死未卜，你在这儿交代的倒是挺痛快，就一点不担心宋锦瑜会死在那些亡命贼手里？担心？我担心有用吗？白周，这事要怪你，怪我，就怪你不肯出钱。你白家那么有钱，指缝里露出点都够我们过一辈子，给我拿点花花怎么了？锦瑜是你亲儿子你在孝敬我怎么了？你竟然还要起诉？你要是不逼我，我能出这下策吗？既然你这么喜欢钱，涉案金额1个亿，宋庭胜，你下半辈子在监管场所包吃包抱，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不，你不能这样，白周，我是锦瑜的爸爸，你不能这样对我。老实点，坐下。不能这样。白周，你叫他进来，我要当面问他。要不是他当年不给活路，要不是他处处针对我，我李和宇会有今天？我沦落到绑架这种地步，全是他妈的拜他所赐。老实点，自首。你现在交代地点，还能算自首？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李和宇是什么代价，哪怕我进去，我也要让他那个宝贝独生子陪葬。白周，你叫他进来，我当面问他。要不是他当年不给活路，要不是他处处针对我，我李和宇会有今天？我沦落到绑架这种地步，全是他妈拜他。现在交代地点还能算自首？自首？我就是要给他一个教训，我让他知道得罪我李和宇是什么代价，哪怕我进去，我也要让他那个宝贝独生子陪葬。白总，他这副样子，怕是当真没救了，根本指望不上他能迷途知返交代位置。指望一个疯子回头，那才真的是疯了，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不过我相信公安机关的专业能力。查到了，李和宇在绑架发生前半小时频繁联系过一个城郊的私人号码，最后的信号基站落点在城郊西北方向，就在这里，城郊的一处废弃纺织工厂。附近的监控显示，昨天下午有一辆黑色套牌面包车进入后就没再出处。白姨，定位到了，宋锦瑜和安安肯定在那儿。知道了。白女士，现场情况不明，绑匪可能持有凶器，您在临时指挥中心等消息最安全。这种事我必须在场。白姨，您去万一冲突起来。放心，我没那么脆弱，我就是想亲眼看看我白周这辈子到底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蠢货，能把自己造成这副死样子。不许动，全部抱头蹲下，不许动，警察都别动。宋锦瑜，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白姨，锦瑜怎么没反应？锦瑜，醒醒！阿姨，白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锦瑜一直闹，我怕他害怕，就给他喂了点安眠药，真的只是想让他睡一觉。加了安眠药？那这脸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为了让他睡好觉打出来的。我都给他加了安眠药，他一点也不难受。锦瑜在这，他什么苦都没吃，他只是睡着。你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去当编剧真是白瞎了。不让你在里面把牢底坐穿，我就不姓白。白姨，消消气，警察在那边看着呢。哼，自从这个女人出现，我这辈子的好脾气全用光了。白总，检查结果出来了，大公子服用的安眠药剂量实在太大，虽然洗胃及时保住了命，但药物对中枢神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智商和记忆力、
恐怕会大不如前。那以后岂不是生活都成问题？哼，就他原来那个脑子，早就是智商洼地了，再损失点什么也没什么好可惜的，反正也降不到哪儿去了。妈，安呢？他没事吧？放心，她暂时死不了。对了，医生查出来她怀孕了。真的？妈，那是我的。想多了，孩子是李和宇的。等你好了出院，第一件事记得去染个头发，染成那种最亮的绿，跟你现在挺配的。妈，你救救我，我没钱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母子一场，这笔医药费我暂时替你垫付了。不过等你出院有了劳动能力，记得一分不少打工还给我。还有个好消息，你那慈爱的父亲，还有你那单纯的真爱，以及你真爱的地下情人，现在都整整齐齐的关进去了。按这涉案金额和性质，这辈子估计是出不来了。你以前不是总标榜自己孝顺吗？好好干活，明年至少能给你爹赚出一条在里面穿的棉裤钱。宋锦瑜，收起你那点幻想，我不会看着你死，毕竟那会脏了我的名声。但今往后，不管你是去大街上捡垃圾，还是去扫公厕，我都不会再接济你一分钱，不会接济。白氏集团的一分钱，你这辈子都别想碰。还是那句话，祝你好运。景玉，对不起，我真的没想伤害你，我只是被李和宇逼得没办法。我不怪你，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景瑜，你闭上眼，你感觉到了吗？他在呼吸，他在你的手心里跳动。这是我们的孩子啊，他身上流着谁的基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只要我们相爱，他就是你的孩子。不重要，基因不重要。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一直爱我，说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可现在你连孩子是不是我的都在计较，这就是你说的爱？你变了，你以前不会为了这种世俗的东西计较的，你为什么要计较那一点基因呢？白姨，锦瑜已经去见完安安了。刚才手下人说他走的时候脸色难看的吓人，一句话都没说。他终于还是问了那个孩子的事儿。问了，安安那话简直是毁三观，说什么基因不重要，只要有爱就行。锦瑜这回算是彻底清醒了，我看他离开的时候那股精气神都没了。清醒得太晚，代价也太大了。他没去找你。白姨，您怎么知道的？我还没开口呢。他那个人一根直畅通大脑，在安安那儿撞了南墙，在这江城能想到的救命稻草，除了我也就剩下你这个青梅竹马了。我还能猜不中他？刚才他在楼下前台闹着要见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他知错了。你可别对他心软，你要是拉他一把，他就得顺着你的脖子爬上来吸血。白姨，这您放心，我可是您亲自教导出来的，该断则断的道理我懂。话虽如此，但景瑜现在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只会到处钻营。既然白家和宋家都没了他的位置，手里攒了不少项目，我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把宋景瑜介绍给他。介绍给跑工程的。白姨，您是打算让金宇从基层做起，慢慢历练吗？历练谈不上，我介绍他去工地搬砖了。搬砖？没错，一次6块，明码标价，多了我怕按他的智商数不清楚，承担不起。你说你呢？没长眼睛啊！希望劳动的洗涤能让宋锦瑜早日变成正常人，也算是我做母亲的对他最后的教导了。至于我死后留下的遗产，他是一个子都别想要。